上次咱玩过了真骨雕的电网，但是多出来这么一堆配件没有用到，为了用到它又花了300多买了另外一盒真骨雕。用上之后，这效果真的是非常的 nice。嗨，帅哥，给个3连呗！哎，搬砖搬的好辛苦，终于攒够了钱买到了老电网。大家注意一下，老电网和新电网最大的区别就是老电网它可以搭配所有的电网进行组合变换形态，然而新电网只能搭配圣杆还有圣斧。再又导致这一盒比较贵，之前是400块钱二手，不过现在跌了一下，330的就能买到手。你觉得很便宜是吧？它作为一个魂心定的真骨雕，不，这玩意儿它是所有的魂心定真骨雕里面价格最低的，有主体的，它的定价是5000日元税前。最便宜的带主体的真骨雕呢，也是5000日元税前。就比如说，空我，响鬼，还有那个甲冑什么，那是最早的真骨雕了。为什么它便宜呢？毕竟这玩意儿吧，它就是作为补充给电网组装形态用的，弯带不好意思卖的贵。配件量属性是非常的寒碜，只有2对，但是其他的配件就比较多了，就是4个挂在腰上的武器，还有一个后背甲。说它配件多呢，就是单纯的比守行战士配件要多，毕竟它的配件上面还带好多的关节。所以抛开这玩意儿的造型不谈呢，它是一个魂心定，却只卖5000日元，那真的是血麻赚。不过鲜货价就不便宜就是了。这次没有出现上次那个电网裤衩子歪的情况，因为挂上武器穿龙塔罗斯的装甲可能会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就一会儿再挂上吧。正如大家所见，因为它上半身比较单薄，所以说就会凸显出这个大腿呢是相当的粗，而不像其他的电网，因为身上的装甲比较厚，所以说就显得下半身特别的协调。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这个造型并不是简单，只是身上的分色有些少。除了黑白色，就是一些银色的分色。我们可以看到，它银色有2种，有这种冰川银的和普通的亮银色。身上车轨的细节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在左胳膊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和电网一样的飞边，说明这是一个通病模具的锅。在大臂后面也看到了和之前的圣剑同款的划痕，嘴口依旧是一样的恶心。可能大家没有看过电网，就是说这个形态是你没有借助异魔神的力量进行变身的话，变完就是长这样。这样也是凉太郎自己去控制的身体去战斗。前期的时候，凉太郎还是比较怂的，所以说变成这样只能是挨打，连反抗都不会。所以主角在被异魔神附身之后呢，一般都是异魔神主动的去选力量变身，就跳过这么一个形态。你也可以当这个形态可有可无吧，所以没什么可多看的。关于它的可动的话，上期电网也讲过了，没什么可多赘述的。也就是肩膀这，因为它没有肩甲了，所以说可动幅度会大幅提升，能够超过90度很多，120度没问题。咱花300多买它的目的还是在于给它做成龙塔罗斯的形态。好的，我们来试一下。变成龙塔罗斯的话还是挺麻烦的，先把这个腰拔下来，把腰带上的这一个面板换成紫色的，然后把大腿上的这2块装甲拆下来换成紫色的。这时候小心一点，就像上次说的，这里是一个 L 型的钩子，你卡不上是因为你把它当桩了，它实际上是一个钩子勾住的，所以说我们小声推上去，这样就能卡到位，不会掉下来。然后这个上半身呢，我们只需要它的2条胳膊就够了，其他的就用不到了。然后拿出下层配件包我们需要的东西，下层配件包呢就是一对这个是月台形态的专属手型，就是害怕的时候一种表示抗拒的手型。另外一对就是和圣剑里面重复的物质放松手了。3个挂腰上的武器不用多说，一会儿装上。最后拿出来这一个后背，注意卡槽，我们把这个头卡进去，小心一点，不要把胡须给弄断了。这个胡须是特别的细。然后对准，使点力气，把这个胸给卡上。对，没错，你应该感觉到出来，你的直觉没有错。你拆的话，也是得使力气，就怕掰断。这个拆开确实是挺鸡肋的，所以说没事不要替换着玩了。然后卡上的话，这个太粗了，不好对准，你要凭直觉，然后卡到位。卡不到位的话，就要磨蹭，最后把这个边都给磨烂了。然后装上胳膊还有武器。好的，装完了。龙塔罗斯作为一个 B-boy， 他是比较叛逆的，所以说不会乖乖的罚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圣剑是拉低了电王系列的颜值，但是不可否认，这个龙塔罗斯圣枪模式真的可以说是超级的帅气。之前评测圣剑的时候，也有讲龙塔罗斯的这个装甲做的是非常的漂亮，后背是4大基础形态都是完全一致的。然后下半身也都是同模换色嘛，然后就是胸甲、前胸甲还有头不一样。
细节做的很棒，涂装也是说得过去。透明件是那种类似于蕾丝效果的，能看得出来七彩界面色非常的漂亮。头部更不用说，非常的精致。就是这个胡须又长又细的感觉，特别容易断。不过倒是有一定的韧性和弹性，所以说不会至于一碰就断，不会很脆。最后就是吐槽一下它的手型给的不合理。之前评测的时候有说，这里面有4对手型是所有的现在通用的无指方中手型，武器握持手，然后这2对呢都是不同的握住车票的手型。这4对是4个形态通用。之前也说了，月台里面只有这么1对方中手势和电王套里面是重复的，也就是说这3对手型你2个模型只有这么1对。所以你不能同时摆同一个握持车票的动作，这也就算了。武器握持手也只有1对，什么概念呢？看一下盒子背面的官图哈，这2个角色都是右手拿着武器握持手，你就说万代要不要脸吧？他给你官图这样做，但是你完全摆不出来这个姿势，因为你只有1个右手武器握持手。也就是说到最后你买了一盒旧月台，一盒这个，你是没有办法让他们2个同时用右手拿武器的。当然办法也是有的，我们可以不按照说明书来拿武器，这个手就是捏那个车票的手，用这个手把它给撑大，也是能够勉强拿剑的。但是这样做的话，这个手腕还有武器的方向就不是垂直的了，而是斜着的，这样你又需要多动动手腕调节一下角度，才能够摆一个自然的姿势。综上，虽然800左右就能买到2手的一个真无聊主题基础，再加上一个帅气的圣枪，但是我感觉还是真不如买 FS 呢。首先不提它换装麻烦，最重要的是它的脚实在太容易断了，这2个的头的脚都是特别的容易断。还有刚才提到的反人类的问题，需要抢手型。